地球上曾有过上千亿人，所以泥土是由腐尸构成的。地球已存在了数亿年的时间，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生命的降临，每时每刻也都有生命的逝去。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死后都将化为泥土，最终融入大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和触摸到的泥土是由我们祖先的尸体腐烂后形成的吗？没那么简单。自从人类诞生开始，有多少人曾经在地球上留下过印记呢？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人类的起源说起。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由灵长目进化而来，大概300万年前，一种被称作为南方古猿的新物种出现在非洲大陆的土地上。它们兼具猿类与人类的共同点，是猿到人的过渡。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人类和猿类走到进化的分岔路口，渐行渐远，所以才说非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新生的人类无疑是非常脆弱的，自然界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使这个新物种灭绝。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逐渐学会了利用工具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工具的使用让人类开始逐渐掌握了生存的密码，人类的足迹也从非洲大陆逐渐迁徙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数以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犹如沧海一粟。那么既然没有历史和文字的记载，我们怎样来确定上古时期的人口总数是多少呢？这是一直困扰着学界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已经有许多科学家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推演。1781年，俄国科学家克拉夫特院士首次就这个命题进行了推算。他认为在地球的历史上，前后居住过1700亿人。1959年，奥地利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尔教授计算出了更惊人的结果，他认为地球上诞生的总人口应不少于4000亿。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推演结果也是千差万别。关于地球总人口的争论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直到超级计算机出现后，关于人口总数之争才渐渐平息。地球的总人口数量也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值。通过超级计算机的运算，如果将初始的人口数量设置为10万人，以人类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参考，科学家们将天灾、瘟疫、战争等限制人口发展的因素作为阈值计入计算。经过超级运算推演300万年后得出的数值为790亿，这已经是无限接近于正确答案的数值。在庞大的地球面前，790亿的总人口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如果硬要说泥土是由腐尸构成的，可真是有点牵强附会了。毕竟就算地球上存在过的人类手拉手可以铺满整个地球表面，在厚重的地球土层面前也不值一提。但不可否认的是，泥土中绝对混有腐烂的生物尸体成分。人体的肌肉组织会在微生物的分解下变成二氧化碳和各种气体，会随着分解经过土壤的缝隙慢慢飘散，不会留存在土壤之中。只有骨骼才会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碳酸钙、氧化钠以及二氧化硅等矿物质与土壤混为一体，这些物质只占人体的很小一部分。遍布地球表面的岩石才是泥土最基础的构成部分。大块的岩石在太阳照射、风蚀或水流侵蚀的作用下，慢慢变成细微的颗粒，沉降在地球表面，渐渐地将动植物的尸体掩埋到土层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植物的尸体经过微生物的分解，慢慢混入最原始的土壤，让土壤的成分愈加丰富。在这个层面，植物对土壤所做的贡献要比动物大得多。所以说，泥土并不是由尸骸构成，只能说被分解后的尸体会丰富土壤的成分，逝去的生命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实现永生。